近些年，我们发现一个越来越有意思的现象：越来越多的中国男人不再一味在国内寻找对象，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大地。特别是在一些短视频平台，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中国男人在非洲娶妻生子，甚至定居生活的故事。他们不仅收获了爱情，有的还得到了一个勤劳能干的好帮手。而这背后又有哪些现实动因在推动这种选择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深度聊聊这个话题。中国男人为什么不愿意在国内结婚了？先不谈非洲，我们得从为什么不在国内结婚说起。近年来，中国结婚率不断下滑。根据中国民政部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国结婚登记人数仅为683.3万对，创下近30年来的新低。究其原因，很多普通家庭男孩在面对婚姻时压力巨大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高昂的彩礼负担，在部分农村或3、4线城市，彩礼普遍在10万至30万元之间，甚至有地方超过50万。而这还不包括房子、车子、装修等标配。婚后经济压力，结婚只是开始，孩子出生、教育费用、赡养老人等都需要持续投入。很多年轻男性在结婚几年后不堪重负。两性关系变化，现代女性越来越独立，有些男性觉得在婚姻中自己的地位不稳，家庭关系处理复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些人开始把眼光放到国外，尤其是非洲。为什么选择非洲？3大现实吸引力。彩礼低甚至零彩礼。很多非洲国家，比如坦桑尼亚、乌干达、肯尼亚等，婚俗相对淳朴，有些女孩甚至倒贴嫁妆。虽然也有彩礼的传统，但金额非常低，通常在$100至$500之间，形式大于实际。对于一个在国内积蓄只有3、5万元的普通打工者而言，与其被房贷和高额彩礼压垮，不如选择一段更轻松的婚姻。非洲女孩的贤妻良母特质。在不少中国网友拍摄的视频中，非洲女孩展现出的特质令人眼前一亮：能吃苦、肯干活，农田、厨房、家务样样精通，尊重丈夫，传统家庭观念较强，家庭中以丈夫为主，对婚姻忠诚度高，重视家庭，离婚率低，愿意融入中国文化。不少非洲妻子学中文，学做中餐，甚至跟随丈夫来到中国生活。双方互补，情感需求与现实需要的契合。不少非洲女孩同样渴望稳定生活、经济改善，她们看重的不是金钱，而是一个踏实、有责任感的丈夫。而中国男人往往朴实、勤奋，不浮夸，这刚好对上了非洲女性的择偶标准。这种互补性让中非婚姻往往起点低，但幸福指数高。真实数据：中国非洲跨国婚姻有多少？我们来看看权威数据。根据中国民政部历年发布的涉外婚姻数据，近年来中国男性与非洲女性登记结婚的数量逐年增加。虽然目前没有官方单独统计中非婚姻的具体数字，但从如下几个信号可以看出趋势。在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等外贸活跃省份，中非婚姻较常见，尤其在广州有一个庞大的非洲社群。在坦桑尼亚、乌干达、肯尼亚等地工作的中国人增多，与当地人结婚的现象非常普遍。根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的数据，估计目前中非跨国婚姻保守估计在2万对以上，且每年以数千对的速度增长。而在中国短视频平台上，围绕非洲媳妇的内容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内容流派，比如大家熟悉的菲利斯塔和聋哑丈夫、小白和玉米妹、拉乌与小刘等，都体现了这股趋势背后的社会现象。婚姻之外，中非婚姻还带来了什么？文化交流。通过婚姻，越来越多非洲女性学习中文，了解中国文化，而中国男性也逐渐理解非洲的风俗、信仰。这种民间外交比官方交流更加深入和真切。带动经济互动。有些跨国夫妻甚至一起做生意，例如开设中餐馆、进出口商品、种植农业项目等，形成了夫妻创业的模式。改变传统观念。许多中国人过去对非洲存在偏见，认为那是落后、贫穷的代名词。而如今看到非洲女孩的努力、智慧与善良后，不少人开始重新审视这片大陆，增加了对非洲国家的认同与理解。风险与挑战也不容忽视。当然，中非婚姻并非都是美好无忧的童话。语言障碍，部分非洲女孩英文不流利，更不用说中文了，沟通需要时间磨合。文化冲突、饮食习惯、教育观念、宗教信仰等方面可能存在分歧。
签证与法律问题，带非洲妻子回中国定居，需解决签证、居留、户籍等现实难题。因此，走进跨国婚姻前，需要双方都做好心理和实际准备，不能一时冲动。爱的真谛是尊重与包容。中非跨国婚姻的兴起，固然有经济、彩礼、生活压力等外部原因的推动，但归根结底，它反映的是现代人对婚姻幸福的重新理解，不是谁更有钱，谁更漂亮，而是谁能真正和我过日子。当中国男人在非洲遇见了勤劳朴实的妻子，或许他们找的不是一个便宜的新娘，而是一个能与之共担风雨、相伴一生的伙伴。这份朴素的愿望，其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。